所有人注意，准备。队长，怎么停下来了？对方火力一直在东南方向大力压制，就是想要把我们往西南方向驱赶。但是刚才侦察班报告说已经把对方的重火力干掉了。现在所有人听我命令，部队转向东南方向，加大火力突围。是，走。 而且营长要求我们原地动手，不要动，再等等。等个屁！再等我们菜都凉了。所有配备给1连的火力，听我命令，出击！连长，前面都被地雷封锁了，我们损失太大，抓紧撤回，往西南方向突围。走。是。弹药转回来了！怎么？徐弹药转回来了！哎呀，这饭算是吃夹着了！快，抓紧的找个补给点，抓紧撤！撤！报告。对不起，各位领导，这仗打到这个份上，让你们见笑。索坚同志，你先坐下吧。是。 小鸡炖蘑菇，只有炖到火候了才能入味儿，是吧，陈院长？要我说啊，火大火小正合适，时长时短正当时，啊，肉色鲜美，咸淡适中啊。是啊，首长，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在一个锅里炖着，这油水啊一点也漏不了。报告，首长。 现在双方打成了半斤8两，是让他们继续这样打到最后一个人，还是以平局收场？你自己拿主意啊！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参考2位营长的意见。报告，首长，我认为郭子健严重违规，判平局，我不服。违规的事情不要找我，问梁参谋。江营长，请问您指的违规是什么？100个人，顶多1个连的配置。 可从火力上看，他郭子健快干进去半个营了。洪班长，将双方的兵力分布图发到大屏幕上。是。双方参战兵力都是100人，但是人员与装备的配置有根本区别。2营是以现成的徐大力步兵连为基础，配属支援了部分主战火力，而1营全部以火力打击效果为基础，等于临时组建了一支新的合成力量。新的合成力量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兵力虽少，但火力齐全。实话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受限于无法与配属军种取得联络，打你2营阵地，恐怕连战斗机和远程导弹都能招来。你说对不对，梁参谋？其实这个力量的编程并不新鲜，已经在实战中出现过很多次。就在今年，中东某国的作战中，甚至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编制，叫做营战斗群。这个你也知道。我们梁参谋啊，虽然主攻的是军事通信工程，但是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可不仅仅只是这个领域啊。好，那照你们的意思，我们2营
也可以配置相同的力量编程，根本不可能是现在这个结果，这就是不公平。什么不公平啊？会上梁参谋已经把规则说得很明确了，要立足于合成营现有装备、现有人员，我们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。你不能因为自己没想到，就怪别人跑得快、跑得远吧？郭子健，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？吵什么吵？仗还没打完呢。坐下。报告，讲。首长，就在刚刚2位营长讨论的时候，战局已经基本明了了。什么意思？彭班长，是。报告各位首长，虽然刚开始1营成功将2营包围，但由于自身的火力和兵力过于分散，而且频频出现配合失误，现在2营已经成功的突围并实施了反包围，目前正在逐步蚕食1营的剩余兵力，战局已经基本定型，2营获得胜利。陈院长，慢走啊！首长，这次对抗对郭子健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不是教廷指挥所，我看着1营的攻势要比2营强。江胜强说的没错，郭子健这次的布局，实际上就是一个赌局。赌局？赌什么？赌江胜强对他的战法一无所知。那不正好说明他的思路比较新奇吗？郭子健来396旅之前，他研究的一个课题，就是未来合成营立体作战的战法变化。这个营战斗群是这个课题的核心所在。没毛病啊，挺好的。所以我们也想看看这个营战斗群，它的要点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那我明白了，您和梁参谋是专门给郭子健设了这么一个局，你们是故意的。哎呀，也是啊，一个110来人的战斗群，兵力分而散，火力多而杂，最强点和最弱点全都看指挥，决胜点全聚焦在郭子健一个人身上。所以啊，不能只聚焦他一个人身上啊，我们要看合成啊。郭子健这小子到了1营之后，想一战立威，碰到这个机会，就给他，看他能不能把握住。那你们还半道坏人家好事儿？我们就是不想让他赢得那么舒服，那么痛快。现在也挺好，1营的官兵上上下下都知道，跟着郭子健，他们有可能打败2营。我们的目的达到了，以后就看郭子健自己的了。首长英明。这次复盘呢，本来是由营长来主持，但是我桑野田作为一个在1营当了3年多教导员的政工干部，自报奋勇来主持这场纯军事会议。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是我自打来了1营起，在公平环境下，我们和2营胜负之间最接近的一次 PK。李松伟，你觉得呢？你这党委书记一下就定了会议的调子，哪有我们群众说话的份儿啊？李松伟，有话直说，不要无理取闹，好吗？好，我承认，这场仗打得确实有那么点门道，但还不是输了。输，是因为导调组中断了双方指挥后，你们错失了大好的战机。问题说到底就是出在你李松伟身上。反正胜者亡，败者寇。我这败军之将，
也只能当出气筒了。你不要在这里跟我无理取闹好吗？有理说理。行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郭营长，您老人家设计的这出戏，根本没有把核心作战思想向大家坦白。这说的客气点，你是怕走漏了风声；这说的不客气，你就是对我们一营干部缺乏最基本的信任。李连长，你接着说。我说完了。李连长刚刚说的问题，提到了这次演习的核心。的确，作为指挥员，我把这次演习的所有问题，包括吴东胜小组的侦察行动，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也的确没有事先跟大家进行沟通。对于李连长今天的批评，我虚心接受，但绝不悔改。指挥员的战场决策，事关全营的作战攻防，不可能每项任务都要通知各级指挥员。我只能说，这一次导条组里面有高人，针对我郭子健的战法和创意，搞了一次指挥所双杀。如果说上半场是考验我郭子健的作战方案，那么下半场考验的是在座各位的应变能力，有吗？你们有应变能力吗？所以不要老是去找别人的问题。刚刚李连长有一点说得很对，就是我们之间不信任。事实是在开战之前，也没有什么信任基础。导条组也看到了这一点，看到了我们一营之间的信任危机。来布的局设的套，听郭营长的意思，这是要来信任的了。信任从来都是相互的。一营如果想要打好、打赢以后的每一仗，想夺回往日的荣耀，我们之间就必须要有信任，一粒沙子也不能掺进去。说的容易，这信任也是有基础的，也是有质量等级的。你要想让大家信任你，总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吧？哦，那怎么才叫真本事？很简单，3个小科目，比一比，敢吗？吴班长，加油！吴班长，加油！班长，用金右脚虐他！营长，俺连署的心服口服，身手不错。我无光，你有光。准备，开始。
那就是现在的副营长。我以为副营长的位置空缺，所以你没有说。这可谁知道从那没调来你？这也是，演习2连败，成绩难看，也难怪了。唉。喂，宋伟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啥，刚刚出差回来，有点累了。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多注意身体呀。爸爸，爸爸。哎，大狗，小邵，想没想爸爸？想爸爸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跟你一起住？快了，等爸爸这2天有空，就回来看你们，好不好？宋伟，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，随军的事儿。慧芬，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再等一等。不是说今年提了副营就差不多了吗？怪我没本事。51、52、53、54、55。是得练练，今天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喂，停下！怎么回事啊？那有啥丢人的？咱们营长厉害，咱应该高兴，是吧，班长？就是。哎呀，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啥感觉，班长？当新兵的感觉啊，就那种，就是想要冲锋陷阵的感觉，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，那种马上就特别爽、特别顶的那种感觉，就是。哎，班长，行了，我摸摸。好了，这，不是头疼，是沸腾。哎，对了，虎子啊，咱们营长啊，那身手不凡。今天呢，我跟他交了一下手，哎，有点意思啊。是你让他摁地上来了个锁喉，知道他身手不凡了，有点意思啊。你懂个啥意思？哎呀，这回啊，咱们一营啊，终于有出头之日了。哎，听见没有？班长说什么？一营有出头之日，那我就有出头之日了。啊，到时候等咱班长变成了排长，这不就空出个位置来吗？那我不就变成什么？林班长。哎，到时候我跟你们说，我女朋友肯定从老家赶过来跟我结婚。到时候哥几个啊，喜酒喜糖管够。你们2个。让我感受一下当班长的感觉。2位，起立，稍息，立正。叫声班长，让我乐呵。娃娃脸，没大没小，说什么呢你们？行了，别闹了，保全起立，搞体能。搞体能。到了，我手准备。这兵啊，认真起来还是挺可爱的。看来这些兵
已经开始认可他们的营长。一营报上来的下阶段训练计划，你看了吧？啊，看了，只是以前没这么弄过，能行吗？年轻人啊，敢想敢干，我们当领导的应该提供平台，大力支持。老左，给他这次机会，再给他一段时间，看看效果再说。这次和二营对抗，他们输了，我担心他想剑走偏锋，越搞越乱了。要我看啊，倒不一定。这个郭子健啊，哎，老左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还是要本着以信任、欣赏、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官兵。行，既然政委这么说，定了。哎，你想想咱们年轻的时候啊，想干事多拼啊，就怕拉到后面。是。幸亏遇到了懂我们、支持我们的领导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啊！啊，没错，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啊传承发扬下去。政委说得好。啊，好了啊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哎，好。今天把全营的干部骨干集合起来，是要宣布3件事：第一，报请旅党委研究同意个别干部岗位调整，为期2个月，其中一连长李松伟暂时担任营部参谋一职。第二件事，营里以武装侦察班为主，成立蓝军小分队，分队长由吴东胜担任，但现阶段由营部参谋李松伟负责。第3件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上面贴着很多表格，是全营近30项专业的训练标准，但是这些标准可不是来自于大纲。报告，说，按纲师训是上级规定的，不按大纲走能行吗？按纲师训是基本要求，必须遵守。但是我贴的这些表格，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3级标准。第1级是我们396旅的训练记录，我看了看，大多数都是2营的。第2级是我们集团军的记录，这个标准有点高，但是跳一跳还是够得着的。第3级是全陆军的记录，这个记录如果不扒几层皮，谁也别想轻易超越。我知道，有些人也许会认为，2营是1营军事上最大的拦路虎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战胜2营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。我把表格贴在上面，就是要求你们，有本事有血性，就给我朝着这些记录下功夫。再有2个月，就是我们集团军的实战演习，到时候，我希望我们1营能够成为396旅的王牌营，可以成为全集团军的王牌营。同志们，说心里话，营长这3把火还没有开始烧起来，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这火苗子已经开始蹭蹭直窜了。我是120个相信，只要我们1营全体官兵齐心协力，在军事战备上一定可以打个翻身仗，也一定可以把长胜营这杆红旗扛回来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营长，我对你今天的安排有意见。有什么意见？凭什么让我去当营部参谋？凭什么不能让你当营部参谋？啊，
那就算是我得罪了你，那也不至于睚眦必报，这么快就给我穿小鞋吧？我听说你居然在找门路，想进机关当个管理参谋。那是我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你现在人在一营，就是我的人，我当然管得着。啥意思？你不是想当参谋吗？我给你挪出一个位置了，还不够意思？你让我去负责蓝军小分队，那不明摆着让我去挨骂吗？挨几句骂怎么了？蓝军是部队训练的磨刀石，这几个月里，你背负的骂名越多，我们营的实战意识和应战能力才会提高。你不用拿好话糊弄我不干，这一营我也不想待了。李松伟，你想干就干，你想走就走啊！你把我一人当什么了？反正咱俩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，你也看不起我，在这待着也没意思。我就是看不起你。知道我最看不起哪点吗？就是你输不起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想调离一营不可能。要不把蓝军分队这个负责人给我干好了，集团军的实战演习你就别想参加。出去！治不了你。速度也太高了啊！别好了，哎。你好。立正。营长同志，一连正在组织下属行列，请指示。是。是。收起。连长，到。李松伟呢？报告营长，连长病了。病了？什么病？严重吗？没事，休息下就好了。接着训练吧。是。看来这是有情绪啊。应该是面子上过不去了。本来你来呢，是想给你个下马威，结果把自己给弄成了个笑话。再加上本来是要提副营的，没提上去。带我去看看他。依我的看法，这个时候不去看他最好。李松伟这个人，我还是很了解他的。对于他呢，就好比是驯马，那些性子越烈的马，你越要使巧劲儿，把他性子给理顺了。往往只有这样，到最后才是最贴心的。行，听老大哥的。但你还是得去了解了解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困难。好啊。怎么回事？报告营长，好像出故障了。我上去看看。不用了，营长，我金右脚来修就可以了。金右脚？你说的是吴东升？是。吴东胜，15年的老兵了，是396旅最顶尖的侦察班班长。除了军事素质过人之外，还是个机械控。因为一些装备革新成果，已经立了2次3等功了。2次3等功？那为什么不上报提干呢？这些功来的有些晚了，年龄超了。那太可惜了。虽然提不了干，但我们也在想尽各种办法，想把他保留下来。幸好，康政委给了明确的态度，说无论如何，要把他留在396旅。那太好了。这样的人才要走了，就是部队的损失啊。都修好了，快试试吧。好了，继续训练。吴班长，营长，
副班长全才啊！俺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最主要是兵当老了呀，天天在营区里边待着，什么东西看着看着也就看会了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我们一营也一样。有你这个老兵在，我和教导员都很踏实。这老是真的老了，但是宝啊，还真算不上，还挺谦虚。你们侦察分队到时候会添一些新的装备，你还得多用心啊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李松伟，你小子公报私仇，你太欺负人了！今天我不好好教训你，你都知道为什么快走！我李松伟行得正，站得直，你董振国要丑事，不奉陪。报告，营长，营长，李参谋跟董连长打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蓝军分队对2连进行战备点验，要求太严了，董连长受不了。你们营长到。报告。副旅长同志，1营2连正在进行战备点验，请指示。代理营长郭子健。郭子健，你这蓝军分队搞得很有成色嘛？2个连长掐着脖子打起来了。报告，李松伟以蓝军为名，公报私仇，为难2连。报告，我是服从营长命令，搞实战训练。你们俩闭嘴！是。是。副旅长，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吧，您就别为这点小事分心了。小事儿，我不认为是小事儿。说说看，你想怎么处理？批评教育，还有呢？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蓝军小分队的行动，减少对抗情绪。然后呢？还有，你2个连长出尽了洋相，就这么云淡风轻过去了？那副旅长的意思是？我想听听你的意思是。报告副旅长，讲。我的意思是，对蓝军分队抓住部队要害实训的做法给予肯定，对有些同志不适应蓝军的情绪给予正确引导。第3，认真研究对抗方案，使训练更加逼真，更加贴近实战。完了。完了。郭子健，你就是这么抓部队训练的？报告副旅长，抓部队训练，大纲上只给了标准和大致规范，对具体训法并未确定具体细则。我认为，只要能够提高训练热情，提高训练标准，不管短刀长刀，只要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。报告完毕。你看看你这2个兵，董振国这小子下手够黑的。怎么？还要我亲自给你上药？要想说谢谢就说出来。谁想说谢了？哼，不谢就不谢。
那我们就聊聊你提副营长的事儿。这件事我本来没必要跟你说，但我怕你心里有疙瘩。论资历、年限以及作战的勇猛，你都没问题，都合格。但是你的理论和新装备操作的考核成绩都不理想。你想说理论和新装备操作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2项你不达标，以后新的作战模式你根本适应不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行了，别丧着个脸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少废话，听命令，走。爸爸来了！爸爸来了！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大狗，上哨！这老婆孩子都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！大狗，小郑，哎呀，你们咋来了？哎呀，想想爸爸，亲亲爸爸。哎呀，真乖。你咋来了？我们郭营长给你一个惊喜。营长，坐。营长，这是？这些都是我在军校的时候收藏的宝贝，有书，也有一些最新的论文。我看你对这方面很感兴趣，也有天分。这些书呢，对于你的未来发展都有帮助，所以送给你了。谢谢营长。还有就是关于你个人进步的事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营长，俺今年都30好几了，早超龄了。再说了，这全军上下哪有30岁的新排长啊？所以就没太考虑这个。我听教导员说，对于你的保留和使用，旅单位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。营长，说句心里话，俺真的不太看重这个。那你看重什么？俺就想踏踏实实当一个老兵。就这样。营长，你一下给俺问住了。你说句实在话吧，俺在部队这么多年了，啥都习惯了。你说到外边吧，也不知道该干啥，也没个方向。但就是您来了之后，就特别是跟您打了那次演习之后，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啊，那才叫过瘾，那才叫爽。所以俺觉得，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。俺觉得，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。营长，那以后俺就天天早起床多训练，生怕掉队了，俺就等着你一喊吴登盛到，吴登盛到，就想跟着你一块打仗。我明白你说的意思，我答应你，在一营只要有我郭子健，就有你吴东升。你说的这种感觉，也是我一直在寻找并且想打造的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营长，说话算话，说话算话。好好学吧。好嘞，营长慢走。营长，食堂闹起来了。他们这是皮痒了，没完了是吧？营长，队副起！你道了哪门子歉？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你态度不好，
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，这毛病得改，我现在就改。今天当着大伙的面，正式给你道歉。营长，对不起。郭营长，我也得向您道歉。之前的事儿，陈灵火，你那些鬼把戏都是我玩剩下的，改天我教你几个高级的。营长，我们都向您道歉。营长，对不起。行了，要真想道歉，就好好训练，争取在集团军实战演习中把第1名给我拿回来。那是必须的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我们要请营长吃红烧肉。全营都有。开饭。继续测试。怎么样？课题研究的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我来到基地已经2个多月了，再加上原先在院校的一些准备，导条业务基本没有问题。下一步，我还需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收集更多的信息，来支持我关于训练基地信息化平台的研究课题。好。在这里有什么需求的话，尽管跟我提，毕竟我还是你的导师嘛。我也希望你基于这次研究，把咱们训练基地的信息化平台给它完善起来，这样在将来的演习当中，我们的导条员就不用再四处奔波，兵洒千里了。不光不用兵洒千里，我们还可以全方位监控全部演习过程，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、精准地做出裁决评估。老师，您刚刚说到需求，我的确有一个需求。哦，讲出来。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地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，收集数据，积累经验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跟集团军的各旅打个招呼，只要机会合适，都会安排你参加。谢谢老师。对了，最近集团军组织的404旅和396旅的对抗演习很快就要开始了，机会难得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明白，谢谢首长。真行啊！你也太客气，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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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班长，要加油啊！还是要努力啊！哎，你可别加油啊！好嘞。怎么样？对照这个，差距还大吗？报告教导员，跟全军的标准比，除了班长，我们还是要追一追，但距离集团军的标准有冲击的希望。你们这一个个看起来都红光满面，本周成绩一出来吓我一跳。我以为得给你们累成什么样啊？没想到，一个个都给我生龙活虎的。这次演习，一定要给我当黑马。是。说一说，课题结束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的研究生导师张教授给我推荐了北京的研究所。啊，这个老张啊，给你瞎指的什么方向啊？我还指望你留下来呢。怎么？已经决定了。我个人觉得，研究所的软件硬件设施
还有研究氛围，都挺符合我个人对于职业上的规划的。嗯，听明白了，就是我们战区陆军的条件，争不下你这个大馒头，懂了？不是，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我妈妈她心脏不是很好，所以如果我住在北京的话，也可以离家近一点。好了，又不是批评你。去研究所其实也挺好的，以后有好的项目课题，还可以互相合作嘛。当然了。哎，老姜，这次集团军实战演习，你的二营必须得是主角啊！哟，刘科长，屁股决定脑袋啊！这作训科长一当，立马就不跟我争了啊！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咱们俩再争，咱们俩不是外人，对吧？我是担心那郭子健不靠谱。你忘了上次2个连长打架的事儿，惹得索副旅长现在还牙痒呢。但我可听说，1营最近的训练抓的还是挺扎实的。行了吧，就他做的那都是面子工程，要是主攻营的位置交给他，那才真歇菜了。咱们也不能太小看他。哎，你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心神不宁的。抓部队基础性训练，这可是实打实的硬功夫啊！刘科长，你说的对。你忘了前几年，我从作训科参谋下来当营长，一心就想超过你，但是打了2年，硬是一点便宜没从你小子身上占着。所以抓训练这一块，你要说第2啊，没人敢认第1。瞅啥？哎呀，刘科长，刘科长，哎，当年你当营长的时候，这番话怎么不说给我江胜强听呢？那会儿咱俩是竞争对手，我能服吗？现在说也不晚啊。放心吧，旅里怎么安排，我江胜强怎么行动。我告诉你啊，索副旅长的原话，军事上的事儿交给你们2营，那全旅上下都放心。明白。回到1连感觉怎么样？那还用说？那感觉可太好了，再也不被戳脊梁骨了。就你这点出息！哎呀，你这当领导的可不知道啊，这都在一个院儿，数门数路数头数脸儿，这处理轻了呢不达标，处理重了呢又处处骂娘。这当了这2个月的营参谋，又是专门负责蓝军小分队，我李松伟攒的这点好人缘全都败光。就你这狗脾气，还好人缘？说说，这2个月有什么收获？收获还是有的，哎，尤其是战术素养。这次咱俩要是再比，我可未必输给你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干啥玩意儿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整天。不是，能不能整点吉利的？说，团长，咋事？我听我老乡说，咱们旅要把集团军主攻营的位置交给2营。啥玩意儿？哎，听谁说的？消息准确吗？应该不会错。我这老乡是作训科的，还应该听刘光远说的。这个留心眼儿，肯定有人他在背后搞的小动作。我看他这2年营长算是白干了。干嘛去？朝副旅长和政委抗议去！站住！不是，营长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这段时间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，好不容易展现身手的机会，要是真成预备队，那还有什么劲啊？这事我心里有数。主攻营，我们不让。对于这次我们演习的对手，404旅，我想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吧？谁不知道啊？死机旅嘛。什么叫死机旅？哦，以前网速慢，只要一白屏，上面就出现404，大家都以为是死机了。但是，他们旅也有一个其他的名字，叫黑曼巴。没错，黑曼巴，404旅旅长亲自命的名。什么叫黑曼巴？
蒋志强，到，给大家科普一下。是。黑曼巴，眼镜蛇的一种，是非洲最可怕的毒蛇，其爬行速度居世界蛇类之首。最关键的是，其自身毒液成分里含有致命的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，一旦遭受它的攻击，就将面临机体的重要器官受损。404旅对对手的打击，其战术战法形同黑曼巴。汇报完毕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姜胜强同志说的没错，404旅旅长卢远山，个人演习中有2个最大的爱好，一个是中断红军神经系统，第2个俘虏红军指挥员。所以我们这一回一定要确保索夫旅长的安全。他要是被捉了去我们基本上都只有举旗了啊！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们了啊！报告，讲，请政委放心，我们营可以将主攻任务和保护首长的任务一并兼了，绝对确保首长的安全。2营是咱们的老牌主攻营了啊，所以这次打主攻，非2营莫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报告，我有异议。怎么？郭营长想跟我们2营抢主攻？怎么能叫抢呢？要按照编制序列，这1营也应该是主攻营。郭营长，我想提醒你，主攻营的位子能者居之，不是按编制序列来的。你们1营各个科目的训练成绩是什么水平？不用我多说吧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上一次你可是我们2营的手下败将啊！蒋营长说得好，能者居之，但谁是能者，看的不是以前的成绩，是现在的成绩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跟我们2营再比一场？当然，那也比内定有说服力。行了，行了，你们这互不服输的劲儿都给我往卢远山身上使去啊！这会议刚开始，净替你们打岔，坐下，继续开会。这郭子健他想争主攻营这个事儿谁不知道？不就是想捞点印象分，给进大机关攒点资本？这种人功利心太强。他想进步，这无可厚非。可是做什么事儿得讲个章程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演习这么大事儿，不能拿396旅的荣誉开玩笑。按理说主攻营的事儿，咱们旅就可以直接做决定，根本没必要听他们2个营的意见。但是今天他公然提出异议，如果咱们直接拒绝，这传到军首长们的耳朵里，会不会显得我们故意排挤他呀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上一次不是判议营书吗？这郭子健心里肯定憋着气儿。既然这一次他又主动挑战2营，我觉得那干脆让他们2个营再打一次擂，全面比拼一下。一来可以给我们的演习就当热个身了，二来呢，让他心服口服，知道咱们396里不是他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。这样也好，相对公平。回头我和政委再汇报一下。今天的动员会，我先开个头，等会儿教导员再做指示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动员？告诉大家，不是演习，不是打仗，而是一次比武打擂。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，没错，我们要跟2营打擂，争夺这次对抗演习的主攻营。
怎么，大家是被二营打怕了，打的失去脊梁骨了？没有。好，看来大家还承认自己是个男人，是个爷们儿，还对得起那个大大方方写下的兵字。我就不信，那二营能做到的，我们一营做不到。那些科目他们训了，我们也没漏。虽然我们上次败了，但是这几个月时间里，我亲眼目睹大家的训练进了一大步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现在正是我们可以用实力说话的时候。既然大家来选择当这个兵，在狭路相逢的时候，就把心中的勇字给我写实了，写硬了，写进骨头里，写进血脉里。我现在就问大家一句：有没有信心战胜二营？有。当然，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如此，在战术上，我们要认真研究。具体怎么研究我不管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必须打赢。下面，请教导员做指示。郭子健当营长真是可惜了，他应该到宣传科当科长，这口才一套一套的。士气不错，咱们也不能泄劲儿。放心吧，营长，咱们营的兄弟们早就摩拳擦掌，想大干一场了。不能输给郭子健，绝对不能。是。营长今天开这个动员会，开得好啊！然后桑海田心里面特别的惭愧。本来是想跟大家好好讲讲，以武打擂，输赢不要紧。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为一营所有的官兵做一次自我的批评。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，保护我们的同胞。如果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要让一个输字安了家，那我们还能上战场打仗吗？不能。对，所以此次比武打擂就一个字儿：赢！这都接近尾声了，成绩还依然不分上下。哎，也奇了怪了，一营这进步也太神速了，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主力营了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段时间郭营长抓训练是下了真功夫的。行了，你们在这盯着吧。是。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，一个在最前面，一个在最后面。可惜了，集体成绩取的是平均值。19分08秒。分手之间，第四专案。射击准备。握姿状态。
开始射击。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果，1赢，领先5分。鬼！我对比赛结果有异议。报告，1营参加射击比赛的每一支枪上都加装了新式瞄准镜，他们是靠新式瞄准镜赢得的比赛。我认为胜之不武。新式装备下发不用，留在库房里压箱底吗？这叫蠢。再说了，训练大纲规定，射击考核比赛可以使用瞄准镜，且评定标准不变。你要不信，你们可以回去翻一翻。郭营长，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？我们可是完全按照训练大纲的规定来操作的。江营长，这新式瞄准镜早就派发部队了，包括你们2营，你们不用，还不允许别人用，这没道理吧？营长，新式瞄准镜前段时间刚刚配发，我们营训练的比较少，所以……周参谋，到，大声点。刘科长说要保证训练装备的完好率，所以我是让你保证完好率，不是不让你训练。哎，刘科长说得好。你们还觉得不公平吗？要还觉得不公平，上一轮比赛可以不算，你们也可以使用新式瞄准镜，我们再比一场，怎么样？营长，我们没有专门训练过新式瞄准镜的使用，就算比了，我知道了。哈，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，啊！如果2营对这一轮的比赛结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科目的比赛。江胜强，到，认可不认可？认可。左副队长，这新式瞄准镜的使用流程确实还是比较繁琐，需要反复校准才行。而且它的结构还比较精密，一旦坏了是很难维修的。新式瞄准镜既然配发了，他们安排训练也无可厚非啊。是无可厚非，但是您别忘了，关于装备咱们每年是有考核标准的。如果今年考核不合格，那是会影响咱们旅在全集团军的整体排名的。说到射击，我听说郭子健在396旅比武打擂中用上了新式的瞄准镜，这可将了你们作训部门一军呢。是，这种新式瞄准镜配发以后啊，我们考虑到部队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，再加上训练大纲也没有强制性规范，所以我们就对各部队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。我们现在很多同志惰性依然很强啊，生怕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，能躲就躲，能闪就闪。对于上级不提要求的事情，基本上放弃了试错和创新。干活多，是非就多了。郭子健启用了新式的瞄准镜，就像一根刺，说利不利，但是难掩其锋芒，这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啊。首长说的是，就连我这个作训处长心里都不是很舒服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已经在筹划专门的培训了。当然现在说起来有点马后炮，但确实已经在运行了。我们机关现在很多同志啊，做事情就是起大早赶晚集，工作要讲程序化，程序要讲规范化，规范要合理化，弄得处处像打太极。你们作训处在这方面问题虽然不突出，但也要引以为戒。首长批评的是。哎，首长，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，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，那绝对是一张妙棋啊！您这是慧眼识珠，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，还说不定，交给时间去检验吧。不过，郭子健确实是我老同学那儿的宝贝疙瘩。
我费尽心思把他挖过来，又送到一营去历练，也算是用心良苦啊。来，喝奶茶。好。哎呀，老同学啊，自打那天郭子健在台上做检讨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在打他的主意。怎么着？搁我这儿你不放心啊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关于这个郭子健呢，我们学院对他启动了一项重点培养计划，而且跟相关的陆航旅和特战旅也都联系好了。如果不是那个刘科长把这件事儿捅到我们院党委，想把郭子健弄走，我这就不会答应的。行，我承认，我捡了个大便宜，行了吧？行了，关于郭子健呢，咱就不聊他了。我只是希望，老同学，郭子健到了你那儿，多多锤炼他。放心吧，老同学。还有一条啊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他不好用了，或者不想用了，你就直接还给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小子是个人才，不能浪费了。行，你的话我记住了。说实话，就这几个月的时间，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，把一营带的跟二营打成平手，这就算过关了。哎，首长，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郭子健，我们作训处提前预定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主攻营不是还没拿下来呢吗？话说，这两个营现在打得旗鼓相当，他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，真是很难预料啊。既然是比武，就不要只限于米数、秒数、环数这样的死成绩，要比，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。首长，您的意思是？郭子健，不管这段时间你给一营增加了多少训练，但是一支军队的战备素养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突击出来的。我承认，你的那些小聪明对我有用，但是对上黑曼巴，对不起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的那些小聪明，只会把396旅推向失败的深渊。拍马屁你还挺拿手的。我告诉你，兵者，诡道也。打仗不光靠的是拳头，还得靠脑子。现代战争，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。我不管你说我是小聪明还是什么，我只知道想赢，就要不惜一切代价。行了，别吵了。叫你们来不是听你们斗嘴的。既然现在打成了平手，你们又谁都不服谁，那首长们的意思是下一轮的比赛就要加码了。郭子健，你确定要继续吗？继续啊，为什么不？那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下一轮比赛的内容。这是根据您的想法设计的比赛课题。一营、二营分别向我们预先设定好的目标点进发，在途中我们会给他们设置难度不等的各种障碍，以到达的时间和解决障碍的处理能力等综合评定他们的成绩，分高者胜。好啊，这次虽然只是2个营的比试，但我依然会请求你们战术训练基地参与导调。上次你就组织过1营和2营的小型对抗，也算是有经验了。我跟马司令员已经打过招呼，这次还是由你带队参加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次的考题是我出的，因为有导调组在，所以呢，我全程就当观众，不讲评，不打分，也不表态，所以你们不要有压力啊。当了几十年的兵，最喜欢看军事比武。你们搭了这么好的擂台，应该早点通知我。首长为了观看比武啊，推了2个活动，找军长特批才来的。感谢首长对我们396旅的厚爱。1营的郭子健营长现在还处在和1营的磨合阶段，2营的姜顺强营长还需要加强锻炼，希望他们不辜负首长的期望。
哎，对于之前的比试，你们有什么感受啊？报告少长，我们最深的感受是，部队的士气上来了，打仗的氛围出来了。我的感受啊，还是这个郭子健，他把一营的这团火呀，给点着了。哦，这才几天呢，话说的这么满。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没想到这滇军演习还没开始，咱们就跟着郭子健遇上2回了。听说他这段时间的一营搞得如火如荼的，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赢。2营营长江胜强是连续2年集团军的标兵营长。2营这3年的比武金牌数量在396旅里连续3年排名第1。1营这3年的战绩远不如2营。上一次的对抗中，他们表现得更是不尽如人意。但是郭子健是个变量，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，所以无法推断结果。梁才，我一直以为我才是咱们基地最八卦的人，没想到啊！这怎么能叫八卦呢？这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信息。基本？难不成你把他们之前所有的对战信息都查了一遍？不应该吗？还有他们日常训练的成绩，这都有助于把比武计划做得更加合理。毕竟上一次，在制定方案的时候，我忽略了一些问题，才导致最终判定结果的时候会产生歧义。这次拉动，虽然没有设置对抗环节，但实际上每分每秒都在对抗。报告，营长，来回也就200来公里，没难度。李松蔚，就你能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梁副军长费这么大功夫，不可能只为看看部队的拉动和分析能力。所有人，给我打起12分精神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报告，2营已经出发了。好，胡德茂，好，马上联系吴东胜。是。营长，明儿早，身前身后2个指挥所，到底哪个是真实的集结地？2个指挥所还不是最麻烦的，最麻烦的是山前和山后2条完全不同的线路。要万一选错了，就必须要绕行，那咱们就输定了。要不我带人靠近点看看吧？别着急，2个指挥所都已经设定了防守人员了，靠那么近干嘛呀？好让咱们抓吗？咱总不能给营长发2个位置吧？根据我的综合分析，山前的指挥所明显的是在虚张声势，是假。山后的指挥所比较隐秘，而且又在山谷，应该是真。我的，赶紧把山后指挥所的方位发给营长。明白。报告营长一个好消息，讲。1营到现在还没有出发，看样子是被梁副军长所设置的双指挥所给迷惑了。在战术素养方面，1营肯定是兜不住的。不过咱们也别掉以轻心，既然梁副军长只给咱们设置了唯一的目标，那说明在前面的路上还有其他的障碍和考验在等着我们，密切注意动向。是。报告，收到吴东胜一线情报。好，营长，我觉得吴东胜的分析也未必准确，咱们要不要再派几个人去看一下？1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听吴东胜的。是。1营到，出发。是。哎呀，
这一营的车队明显走偏了嘛。凌军啊，你这语气明显带有偏向啊。啊，不是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，这部队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后面的仗怎么打嘛？那不正好吗？考验指挥员的时候到了。坏了，首长，现场下雨了。看到了。各连注意，保持车速的同时，注意雨夜路滑，小心驾驶。各连回复，收到，收到。报告营长，由于一营侦察班判断失误，给出了错误的目标点，一营入上后正在向假的目标前进。营长，这次咱们的赢面很大呀！通知保上连，太空兵在一营折返的路上，设置路障。你是要断他们后路？要赢就赢得稳妥，以防万一。是。哇，他们这2营也太绝了吧！哎，这不是一营的那个侦察班吗？他们又回来了。动管，动管，动管！错了，快把谁写的位置发过去。是。看来是发现错误了。可是发现错误也晚了，后路都让人给断了。给2营设置的路障，你设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梁三，他们马上就要遇上来路虎了。一营的后路已被我们截断，让保上连的人先别急着回来，告诉他们，在设上地点密切注视一营的动向。是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停车？报告营长，前方设置了路障，前方设置了路障。这个吴荣胜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就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侦察班。这回先大眼了吧？营长，赶快下命令吧！报告。营长，收到侦察人员信息，江正强把我们后路给断了。能清障吗？可以清障，但是至少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。从目前2营行进的速度来看，如果折返清障，我们将必输无疑。这个江正强居然学会玩兵法了，这几次没白栽在我们手里，还是有长进的。营长，你这个时候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呀？赶快想办法啊！现在着急也没用。地图，这就是地图中标注的那个石桥，它是山脉中最短的峡谷。班长，别说现在石桥断了，我看就是好好的，就这个宽度。也很难过咱们的重装备。少说3句话，现在你赶快把石桥的方位、状况，还有周边的情况编成信息发给营长。是，营长他自己会判断的。一营现在什么情况？接到消息，一营已经发现错误，应该会立刻折返。我们有没有变形方案？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这条简易的山路，通过这条简易的山路之后，有一个山谷。无法通行，除非下桥。另外一条路虽然好走，但是会绕远。哪种方案更快？正常情况下，架桥肯定比绕路来得快。但是现在下雨，架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。索弗旅长最重视安全的问题，所以一营现在折返清障，花费的时间和我们绕行的时间其实差不多。综合分析，我认为加速绕行更为稳妥。一营，他们有没有变形方案？我们现在有3个选择，第一就是原路折返，但是刚胡参谋说了，时间不够；第2是绕行，但是要花的时间会更多；第3就是这里
蜂腰谷。对，马上通知吴东升，快速侦查蜂腰谷。是。营长，这也太巧了，吴东升小组现在就在蜂腰谷。好，这才是1营的侦察班长，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。是。营长，蜂腰谷的石桥是断的。断的？